谁规定穿成恶毒炮灰就得愁眉苦脸？老娘偏要在王府里吃香喝辣，红油滚沸涮羊肉，冰阔乐猛灌一口，麻辣配冰镇，这滋味直接爽到天灵盖，活成全剧最潇洒的存在。我身边的小丫鬟翠翠眼睛都直了。娘娘，王爷给我们的可乐也太绝了，还是王爷亲手做的呢，太厉害了吧！厉害呵，这不过是现代便利店烂大街的标配，也就你们这群古代人觉得新奇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做可乐的王爷就是我那大学时冷暴力3年，逼得我提分手的前男友。而我叫秦雨然，谁能想到在家睡个觉都能穿书，他直接剪了深情男二王爷剧本，手握兵权，风光无限。而我喜提活不过半季的恶毒女配设定，但那又怎样？剧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冷暴力渣男又如何？穿成王爷也别想拿捏我，恶毒女配又怎样？老娘偏要逆天改命，看我把原著剧情搅个天翻地覆，穿越成王妃。我知道剧情走向，今夜白月光回京，按照原著，我该躲在房里哭，然后因不去迎接被罚跪，但我偏不。我知道原著里我最后会被虐致死，而萧齐佑也将满门抄斩。等死？不可能！我带人赶到城门，见到了那位白月光宋依依，她一身素白，楚楚可怜，却坚持要萧齐佑亲自来接才肯进门。我带她找到军营，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永生难忘。宋依依刚把手搭上萧齐佑的肩，就被他一个过肩摔按倒在地，还冷冷地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这下我彻底确认，这个萧齐佑就是我那个钢铁直男前男友。宋依依被抬走后，我们摊牌合作，只为活命。但问题来了，原著中宋依依能偷到兵房图，是因为我闹自杀引开了萧齐佑，现在他连王府门都进不了，怎么偷？我看向萧齐佑，要不你用美色把他勾引回来？他整张脸都僵住了。白月光还是进了府，我却发现他连王爷的身都进不了，就像我眼前这一幕，只看见食盒连带着点心直接从窗户飞了出来，这可是宋依依用爱做的点心呢。紧接着宋依依也被护卫请了出来，我赶忙上前安慰，她哭着问萧齐佑是不是忘了从前。我恨铁不成钢的去找萧齐佑，他居然搬出什么恋爱守则，说不能和除我以外的女人接触超过5分钟。我气得把他拽上马车，我压低声音警告他，别忘了原著里他偷不到图的后果是什么，我们谁都输不起。宋依依挤上了车，故意坐在萧齐佑旁边，一路上他不断提起从前我们一起。萧齐佑全程只有2个字，忘了。我们硬着头皮听了一出才子佳人的戏，结果我和萧齐佑为了剧情吵了起来，一个骂书生渣男，一个说小姐现实。宋依依在旁边像个多余的摆件。回去后宋依依幽怨地说，萧齐佑变了，他可能喜欢的人是你。我看着他，又想想那个直男，只觉得离谱。他喜欢的人可能是你。宋依依那句话，害我当晚就做了个噩梦，梦到我没舍得和萧齐佑分手，结果一起死在了火场里。吓醒后，我彻底清醒了。这恋爱脑，谁爱要谁要。想想原著里我俩一个斩首，一个惨死的下场，现在谈感情简直可笑。既然宋依依不偷，那我就送。我把兵房图直接放在了萧齐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，门都不锁，结果他来了7、8趟，愣是没碰那图。我又换了招，邀他来赏画，把兵房图混在里面，说要送他。他倒好，临走时特意把图抽出来，藏在了我枕头底下。第二天，他带着萧齐佑冲进我房里，指着枕头下的图，义正辞严地说，是他偷的图，还想栽赃给我。萧齐佑顺势罚我禁足半月。禁足期间，我溜出来散心，撞见萧齐佑也在。他忽然跟我说，那些年没回消息，是因为怕一联系就忍不住放弃学业回来找你。我鼻子一酸，赶紧岔开话题，管你这那的，快给我可乐配方。他凑近我耳边低声说，你觉得那配方我是为谁做的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原地，心里那滩死水好像突然被砸进了一块石头。既然宋依依对兵房图视若无睹，那就逼他背后的男人亲自下场。我们大张旗鼓给宋依依办了个相亲宴，京中才俊来了数十人，他坐在主位，却眼神飘忽，总往门口瞟。我知道他在等人，或者说在等某道命令。当晚我就和萧齐佑蹲在行馆墙根下，尽量贴合墙面，呼吸压得极轻。萧齐佑看向我，唇瓣微动，声音压到极致，俺方才的踪迹，不出半刻，必有人来。果然一个黑影翻窗而入，干柴烈火之后，接着便是宋依依的哭诉。
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孟轲冷笑道：“你敢背叛本王，这么着急找下家？”我们听清了他们的全盘计划。孟轲诈死，骗他回来偷图，见他迟迟不得手，决定亲自出马。而他接下来的目标竟然是我。那你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自然是我亲自出马。你搞不定的事还得我来。他要利用我秦羽然对他的旧情，通过孟轲的只言片语和我自己的记忆，原著里那段畸形的三角关系浮现出来。原来在故事前期，孟轲疯狂迷恋的人是我，他娶宋依依，折磨宋依依，甚至和他亲密时喊的都是我的名字。我只是他求而不得的白月光，宋依依是他宣泄扭曲欲望的替身。而故事最后，我被做成人质，竟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真爱宋依依，所以把错过真爱的怒火全撒在我头上。我蹲在墙外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这哪是什么言情小说，分明是全员疯批的恐怖故事。而我现在又要成为这个疯子的新目标了。你搞不定的事还得我来。孟轲的美男计开始了。月明风高的夜晚，我在湖边散步，他撑着折扇，风度翩翩地出现，说道：“今晚的月色真美，月下的佳人更美。”我偏过头，忍不住呕了一声。下一刻，他脚下一滑，掉进了湖里。我费力把他捞起来，他湿漉漉的，还想继续抒情，又说道：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更胜却人间无数。秦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北朝不愧是产油圣地，油量惊人，佩服佩服。街上偶遇算命先生，说我们金童玉女天生一对，没想到算命先生话锋一转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公子，你天生煞气，与这位姑娘相克，早晚短命。”他脸都绿了。我知道这都是萧齐佑的手笔。每次我偶遇孟轲回来，萧齐佑总像尊门神似的等在院里，话里话外嘲讽我。那个小白脸有什么好？有我长得好看，有我俸禄多。我下意识用当年分手时的话回敬他，比你年轻了。他瞬间沉默，眼神复杂的看了我很久，最后问了一个我答不上的问题：你说，为什么穿越的偏偏是我们两个？刚经历小产，面色惨白的宋依依虚弱地倚在床头，对着前来探视的我与萧齐佑泪如雨下，一口咬定孩子是萧齐佑的。龙船夜宴那晚，后花园假山旁，他细数着杜撰的私会时间地点，言之凿凿。几乎是同时，孟轲通过安插在我身边的仆役给我递了话，痛骂萧齐佑道貌岸然，欺辱孤女。萧齐佑的反应堪称一场冷静到极致的逻辑碾压，他没有暴怒喝骂，也没有急于自辩，只是面无表情地听完哭诉。萧齐佑声音平稳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：“传人。”龙船夜宴，当值的全部侍卫、掌灯宫女、后厨负责宵夜的管事，甚至宋依依自己身边伺候了多年的老嬷嬷，都被一一传唤至厅前。你方才说是3月17，亥时3刻，假山北侧。宋依依瑟缩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是。”一名侍卫出列，恭敬禀报：“禀王爷，3月17亥时起至子时，因太后赏赐的南海珊瑚树运抵，假山北侧一路皆有奴才等12人值守搬运，未见任何人靠近。姑娘那日身子不适，早早喝了安神汤歇下，老奴一直守在门外，未曾离开。”时间、地点、人证环环相扣，将他编织的看似凄美的谎言拆解得粉碎。厅内一片死寂，只剩宋依依逐渐粗重的呼吸声。铁证如山，宋依依终于瘫软下去，崩溃地承认孩子是孟轲的。他哭诉孟轲在北朝处境艰难，诈死是迫不得已，自己是被蒙蔽、被胁迫的。然而就在我们以为这场闹剧将以他的忏悔结束时，他忽然擦干眼泪，抬起头，眼神里浮现出一种诡异的决绝，语气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要去找他，我要亲自问个明白，我要报仇。”我和萧齐佑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3个字：又来了。他所谓的报仇，从来都只是通往原谅的又一条荆棘小路，而我们该顺着这条路布下最后的网了。竹心啪的爆了一声，书房内，宋依依承认孩子是孟轲的，并哭着说要报仇后，已被劝去休息。此刻只剩我与萧齐佑对坐，我们复盘原著，有些真相必须摊开在灯下。我声音低沉说道：“你知道，在原著的设定里，他的报仇从来都像个笑话，因为同样的悲剧，他经历了3次。”萧齐佑抬眼望来，眉头紧锁。我吸了口气，开始讲述那些被封存在记忆里的残忍篇章。
第一次是他被孟轲怀疑与侍卫有染，在华丽的北朝后宫，宋依依跪在冰冷地砖上，哭着辩解，孟轲面容扭曲，一脚狠狠踹在他的小腹上，孟轲亲自把他们的孩子踢没了。我停顿了一下。第二次是后宫妃嫔陷害，在他饮食中下药，孟轲得知后，第一反应不是追查凶手，而是冷笑着，认定是他自己不检点，当晚仍强行同房，结果又没了。萧齐佑放在桌上的手指节微微颤抖。第三次是他怀胎7月时，高耸的城楼上寒风凛冽，孟轲的敌人将我和宋依依压在墙垛边，孟轲骑在马上立于城下，最后选择的却是我，而他看着下面那个男人，然后跳了下去。而每一次流产之后，孟轲都会煮一碗补药，杀1-2个陷害他的替罪羊，说几句软话，然后宋依依就原谅他了。我和萧齐佑回忆的面色铁青，这不是爱情，是摧毁。所以他的报仇你信吗？萧齐佑缓缓摇头，声音沙哑说不信。我们达成了共识，这样的畸形关系必须被彻底终结，为了他可悲的命运，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路。而眼下宋依依擦干眼泪，说她要去报仇，我们知道该顺着她这条决绝的路改变我们的命运了。光线柔和的内室，我与萧齐佑对坐，那份标注详尽的假布防图摊在中间，像个诱饵。复盘完宋依依3次流产的真相，我们清楚，她口中的报仇永远只会是通往原谅的另一条路，而现在我们需要给她递上报仇的梯子。萧齐佑指尖点了点图上某处，这里城郊小树林，地形复杂，易于埋伏，也易于失手。那就这里，把风声放出去，要让他偶然听到。我端着参汤坐到他床边，他挣扎着想坐直，被我轻轻按住。妹妹好生歇着，报仇之事自有王爷与姐姐为你做主。宋依依急切地抓住我的衣袖，不，姐姐，求你了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的下场，亲手做个了断。他眼中含泪，神情激动，手却微微发抖。我看着他苍白的脸和闪烁的眼神，心中了然。我们将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只等孟轲明晚在城郊小树林现身的计划，无意中透露给了他。他听得脸色越发苍白，却强撑着表现出刻骨的恨意与坚决。我沉吟片刻，似被打动。罢了，妹妹既有此心，便依你，只是千万保重身子。宋依依感激涕零说道：谢谢姐姐。深夜万籁俱寂，他便盗走了那份他以为至关重要的假兵防布阵图，拖着刚小产不久尚未复原的身子，他警惕地四下张望，然后迅速拉开门，侧身没入浓重的夜色中，方向正是北方。远处阁楼阴影下，我与萧齐佑并肩而立，静静看着这一幕。你就这么确定？我望着那身影消失的方向，确定。恋爱脑的报仇永远只是他奔向那个男人的最理直气壮的捷径。网已撒开，就等猎物自己撞进来了。萧齐佑在书房书架某处按动机关，暗门无声划开，露出向下延伸的幽暗阶梯。他拿起一盏油灯，回头看我，带你看样东西，让你懂什么叫降维打击。这话没头没尾的，我满心疑惑，跟着他踏上潮湿的石阶，脚步声在狭窄空间回荡，仿佛正步入一个他从未展示过的秘密世界。油灯照亮底层空间，眼前景象让我瞬间屏住呼吸。10几个敞开的木箱里，整齐码放着金属部件，而中央石台上是一把结构复杂、保养精良的狙击枪。萧齐佑走到台边，手指拂过枪身，语气平淡：材料是慢慢搜集，试着熔炼改造的，原理不算复杂，就是精度调整花了些时间。我被这荒谬的现实冲击得一时失语。我看着他一时失语，这兴趣背后所需的专业知识、耐心和隐蔽的执行力超乎想象。然而一股更强烈的情绪猛然上涌，我气笑了，上前一步，声音在空旷地窖里显得尖锐：你有这功夫，花1年多时间，在这个世界琢磨怎么造出杀人武器，当年怎么就抽不出几秒钟回我一条消息？他擦拭枪管的动作顿住，侧脸在灯光下轮廓分明。这个问题猝不及防，击中了一直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某种东西。他明显心虚了，移开目光。这个能给孟轲来一场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我看着他调试枪械时专注到近乎虔诚的侧脸，忽然感到一阵陌生。这个我曾以为完全了解的人，心里究竟还藏着多少
我不知道的角落。梦境如潮水般涌来，这一次无比清晰。梦的前半段是阳光灿烂的大学时光，那个穿白衬衫、戴眼镜的男生走过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鼓起勇气跑上前，递出一封精心准备的信。同学，这个给你。他接过，看了看信封，又看了看我。同学，你是不是给错人了？这上面没写名字。我当场僵住，这就是我那一见钟情的开端，也是我苦难的开始。他总是那么笨，我化了精致的妆，他抬手摸我额头，却说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我送他奶茶，他皱着眉喝了一口，像在喝药。他不会说情话，但行动实在得让人哭笑不得。梦的后半段急转直下，我改签了更早的航班，想给他惊喜，却在抵达后怎么都找不到他。人群仿佛灰色的潮水，我一遍遍拨打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。另一个方向，他也正疯了一样冲破人群，眼神仓皇地扫过每一张面孔，直到刺耳的火灾警报响彻每一个角落，浓烟从某个方向滚滚涌出，最终我们被同一场大火吞没。梦醒时，我脸上冰凉一片，原来那才是我们前世故事真正的结局。假图果然生效了，孟轲悍然发动战争，而宋依依在开战后被他当作无用的弃子软禁，他竟又千辛万苦逃回了我们的军营。姐姐，王爷，我是被骗的，我偷渡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，我恨透了他，你们信我。我和萧齐佑对视一眼，早已收到密报，他逃回前曾私下见过孟轲，不仅为提报仇，反而哭着解释自己的不得已，为了彻底断绝他的念想，也为了逼孟轲现出原形。孟轲，你的女人还你。一个叛徒，一个玩物，也配称我的女人？萧齐佑，你未免太瞧不起我。孟轲眯起眼，目光扫过城墙上狼狈的宋依依，脸上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有算计。全军瞩目下，他要用他的命来展示自己的冷酷与无情。这一剑是教你何为背叛的下场。这一瞬，宋依依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，她忽然笑了起来。你们都是疯子，我也疯了。就在宋依依身影坠落的同一刹那，我扣动了扳机，北朝军阵瞬间大乱，而城墙下宋依依的身体已消失在叛军扬起的尘土与践踏之中。原著里风光无限的男女主，就此化为这场战争中最微不足道也最讽刺的主角。枪响之后，一切喧嚣归于沉寂，孟轲被一枪毙命，北朝迅速将战败的罪责全数推给了这个已死的主谋，而宋依依坠落的躯体早已在溃军的铁蹄践踏下化为尘土，无迹可寻。想不到原著里那对风光无限、纠缠至死的男女主，就此化为了史书上一笔带过、不甚光彩的注脚。任务完成了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回朝领赏，一切按部就班。喧嚣过后，王府正厅只剩下我和他。我将那封早已准备好的休书轻轻推到他面前的案几上。按照约定，一切尘埃落定。这个给你。我最近总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我没等到原定的航班，提前回国找你，我们都在机场里疯了似的找对方，最后死在同一个地方。我猛地怔住，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。那个在我梦中反复出现的场景，竟然……火太大，我没能拉住你，对不起。这句对不起，穿越了7年，穿越了生死，穿越了这场荒诞的穿越，重重砸在我心上。他伸出手，不是去拿休书，而是轻轻握住了我冰凉的手指。还有，我喜欢你。自那夜坦白后，有些东西已然不同。那场大火烧尽了我们的前世，这场穿越却阴差阳错地为我们续上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今生。给可乐配方。改良了2次，用这边能找到的材料替换的，应该差不离。我们第一次如此平静地聊起德国的学业、错过的航班，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。月光很亮，心里某个角落也跟着亮了起来。日子像流水，悄然改变了形状。他开始埋头研究水车和离句的改良草图，用枯燥的算式追求着效率。
我拿起一个精巧的取原理模型，这个真的能省力30%。他头也不抬，笔尖未停地答。理论上可以，还得试做。而我则默默将现代的管理方法化用，重新规划王府的账目与人员分工。我们还是会为琐事斗嘴，但空气里不再有冰冷的恨意或刻意的疏远，更像是一种笨拙的磨合。我们一起走在陌生的古代街市，孩童举着糖人跑过，听茶馆传来隐约的说书声。这个世界依然庞大而未知，但似乎不再那么令人畏惧。走过一座石桥时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向我。这次没有大火，没有错过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认真地说：我们一起学怎么在这里好好活下去。阳光洒在他肩上，也落进我眼底。我回握住他的手，点了点头。未来会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无论面对什么，这次我不再是一个人。我们的故事或许才刚翻过序章。